桌腿、桌面、动动板、护眼灯、收纳盒全部分开买。这用万能的旅行材把它们拼到一起，就做出了一张功能超强的实木升降桌，而且价格还不到成品的一半。不仅能电动升降，收纳力也拉满，各种工具、摆件、小零碎全有地方放。上面1.2米超大护眼灯，把整个桌面都照亮，扩展性也超强。机械臂、自制机箱、笔线盒，想装什么装什么。布置清单在视频最后，带你轻松抄作业。桌腿用单电机的就够用，1.6米带3个记忆档位的才不到300，按说明书组装就行，没难度。桌面就搜新西兰松木板，纯实木，没甲醛，还专门让厂家切了个大斜边，玩手机、用电脑简直不要太舒服。连工带料200多，4颗 M5 自贡钉就能搞定。注意松木软，电钻力矩要调到最小。再按图纸买些旅行材，边角放上3通，拧紧就行。其他位置内置角槽连接，滑进槽口，倒入另一根型材，拧紧顶丝，架子与桌面用 L 型角码连，环形螺母固定，拧上自贡钉，框架搞定。架子背面嵌入洞洞板，让厂家开好 U 型孔，拧上船形螺母，再放上6个层板托，搭上松木隔板，拧紧，置物架完工。照明就搜教室灯，用着放心，1.2米的才80，直接平替上千块的大路灯，型材上打2个沉头孔，插入螺栓，拧上2个螺母，钉上的铁片插到螺母中间，拧紧。护眼灯 OK， 接下来装抽屉，再按图纸搭个小架子，抽屉外轨拧到架子上，内轨拧上松木板，插进去，放上周转箱，自贡钉拧透，4个角装上 L 型角码，整个拧到桌子下面。抽屉搞定，桌面东西太多忍不了，下面粘上无线充模块，手机一放就充电。型材装上机械臂，拧上显示器，电脑机箱也省掉，洞洞板上直接挂主板，套上亚克力，桌面只留鼠标和键盘，这才是真电脑桌。布置清单分享给大家，关注阿木，主页解锁更多 DIY 干货教程。玻璃胶、免钉胶、结构胶、白乳胶、发泡胶、速干胶、热熔胶，这些都是干啥的？都说胶水是甲醛之王，但不管是自己 DIY 还是找师傅装修，都得咔咔一顿抹。这些能环保吗？今天一个视频给你看清楚，为你一颗定心丸。玻璃胶主要是用来封边和填缝，用它就像挤牙膏，干了就变成一条弹性橡胶条，防水又防霉。施工的时候有味儿，做好通风，只要选了正规品牌，干了之后就没事儿。结构胶是这些胶水里最猛，粘的巨牢，金属、石材、玻璃、混凝土都可以，简直就是常温焊接。但注意它干的超慢，彻底干透要2-3天，这个过程中会有味儿，必须做好通风。固化之后就没问题。免钉胶就和字面意思一样，替代小钉子，注意是小钉子，挂个画、粘个挂钩都没问题。但要是大吊柜、电视支架这种就别指望了，正规大品牌的免钉胶基本无权，粘完几小时就没味儿了。发泡胶是主动打湿，还能保暖隔音，膨胀率超高，千万别起锅。优质发泡胶是无权的，打白的容易粉化。白乳胶，白乳胶是木工的专属胶，也只能用来粘木头。好的白乳胶是水性的，无权无味儿，用来粘儿童家具也没问题。注意它干得比较慢，要24小时才能彻底粘牢，这之前要用夹子夹紧。速干胶里最有名的就是502和401，可以用来粘个眼镜、手办这些小东西。利用空气中的微量水汽瞬间固化，实现秒粘。固化之后很安全，但液态时刺激性超强，千万别弄到眼睛里。热熔胶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固体胶棒，需要配合热熔胶枪使用，主要就是用来做手工，强度很一般，但胜在环保，基本无毒，小朋友也可以用。融化时有点烟雾，做好通风就行。总结一下，这些胶水只要选正规品牌，粘的时候通好风，干透基本都无毒。至于哪些牌子算大品牌，大家评论区讲讲吧。你放心了吗？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这是一根旅行材，我用它做了洞洞板、大书桌、白板桌，还有玄关柜。每次阿木已经做到飞起，但此时新手朋友的内心，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今天做这个小边柜，带你从认识型材到设计、组装到板材连接，全流程零门槛讲解。视频有点长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以后你也能打造独一无二的专属家具。2020-3030指的就是旅行材的截面尺寸，数字越大，承重越强。2020做个边柜、置物架绰绰有余，3030可以做书桌、衣柜，4040做成大床可以任意翻滚。另外，旅行材表面有一层阳极氧化膜，
永远都不用担心生锈。这4个槽是万能接口，自由组合全靠它，有上百种配套零件可以装到这个槽子里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它做不到。铝型材都是标准件，设计超简单，专用软件 MateCAD 拖拽就能画，半小时就上手。先选型材，输入长度，自动吸附对齐，还能自动生成连接件，不满意也可以手动更改。画完直接导出图纸清单、3视图、零件图、零件清单全给你配好。组装靠的是各种连接件，常用的有角码、内置角槽、L型连接板、3通等等。这次用的是内置角槽，优点是颜值高，从外面看不到任何连接件，缺点是不够牢固，但小边棍已经足够了。首先把顶丝拧入角槽，注意别突出表面，角槽两端插入2根型材凹槽，把顶丝拧紧就完成了固定。所有的型材都这么连在一起。地脚和轮子需要公司安装，没有工具的可以让厂家代劳，这样一个铝型材框架就完成了。海洋板与铝型材是绝配，有2种固定方式，嵌入式用的是层板托，把层板托放入凹槽，把板材按进去就行了。20型材配12毫米厚海洋板可以做到严丝合缝。外接式用这种伸出来的层板托，配套的是船形螺母，也叫梯形螺母，是型材连接最常用的零件。安装方式是把螺母、螺丝和连接件提前组装在一起，顺着凹槽的方向插入，顺时针拧紧。船形螺母在转动90度后就不再旋转了，继续拧，螺母和螺丝就把铝型材夹紧固定了。海洋板放在层板托上，用自攻钉拧紧。侧板也是嵌入式，这里的层板托是带孔的，可以插入自攻钉。抽屉属于进阶内容，以后单独讲。这样一个铝型材边柜就完成了。关于铝型材 DIY 的任何问题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解答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技巧。搭框架、装木板、做抽屉、自制谷仓门。这个柜子150万人围观，我把它做起来。今天保姆级攻略来了，关于铝型材搭柜子的疑问，这里都有答案。不管是书柜、衣柜、电视柜，还是鞋柜、橱柜、餐边柜，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。看完你也行，设计不出错，画图是关键。我用的是 MateCAD， 对新手友好。这个柜子既要放书，还要挂电视，又有工具动动板，还有黑板谷仓门，以及12个大抽屉。承重要求高，但因为每层都有支撑，3030型材就够用。画完图发厂家，等收货。铝型材到货，开始拼乐高。只用到了这2种连接件，有板材的地方用内置角槽，不干涉，拧上顶丝就能固定，有手就行。其他地方用角码，强度好，船形螺母塞进型材，拧紧就 OK 了。顺序是先拼前面，再拼下面，最后是背面。把框架靠墙上，把中间几根横梁从上面滑进去，全部拧紧。侧面的铝型材要和抽屉轨道一起装，后面再详细讲。最后装上柜子台面的型材，主体框架就成型了。书柜背板都是插型材里面的，直接插进凹槽，上面盖上型材，拧紧就 OK 了。然后就是搭积木了，1层木板，1根型材，背板很快就装好了。侧板是嵌在型材中间安装，装侧板前得先把前面的框架都搭好。终于干完了，插入侧板，对齐，侧面拧上自攻钉就好了。我选的侧板与型材一样厚，这样两边看都平齐，简直是强迫症的福音。动动板和电视背板也是平线，但和侧板稍有不同。要先装上层板托，再嵌入木板，从背面拧上自攻钉，这样即使木板比型材薄很多，正面看也是严丝合缝。最后是层板，全部搭在型材表面安装。小层板直接搭上型材，下面打2个孔，中钉定个位就行。大一点的用这种层板托支架，更吃劲儿，拧紧螺钉，所有板材就完工了。做抽屉记住这2个数字就行。抽屉盒子左右各留1.25厘米，这是留给轨道的间隙。抽屉面板4周留出2到3毫米，既美观还不干涉。然后尺寸发过去，厂家直接帮忙拆解成板材，咱们只管插接就行。锤子哐哐敲几下，松动的地方就抹点白乳胶，抽屉盒子立马严丝合缝。接下来装导轨，先按这里分开导轨，内轨前面留出30毫米型材的距离，放上内轨，拧上盒子，外轨放入船形螺母，放入型材，拧紧，外轨就装好了。外轨和型材一起滑进去，现在量一下内轨中间到底部的位置，加上3毫米间隙就是抽屉外轨的距离。
拧起固定，轨道就装好了。最后把光轴支撑座拧进面板，插入光轴，拧紧，这个成本不到10块的把手就装好了，终于可以把抽屉都插进去了。抽屉完工，先确认一下承重，这两扇门100斤，我这个旅行材大柜子肯定扛得住，木头的你就得好好掂量下。没问题就可以装轨道了。先把底座用船形螺母拧到型材上，放上导轨，拧紧，两头加上限位块，黑色板材贴上磁吸底片，再吸上磨砂黑板贴，壁纸刀挖2个洞，放上吊轮，插入配套的专用螺栓，背面拧上螺母，补舱门吊轮搞定，再钻2个小孔，拧上光轴支撑座，插入光轴，把手就有了，最后用吃奶的劲儿把它挂上，再拧上防脱定位销，确保安全。黑板谷舱门就做好了，最后贴上灯带，把氛围感拉满，再 3D 打印个开门机关，大功告成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干货等着你。手把手带你打造自己的专属设备树。有孔就简单了，穿入螺栓和船形螺母，插进型台，扳手一拧，搞定。小桌板、阅读台灯、投影仪支架，只要有孔随便装。带杆的就要用到这种光轴支撑座，先把支撑座固定到型台上，插进杆子，拧紧螺丝，稳稳当当。迷你小衣杆、装花盆的羊角圈都是这个装法。像遥控器这种小东西怎么挂？螺丝固定小铁片，背面粘上小磁铁，随手取放，简单方便。最后再加一条律动灯带，这感觉马上到位。关注阿木，带你解锁更多 DIY 家居好物。在抖音 DIY 快1年了，带大家逛逛我的工作室和小家，看看我用旅行材做了哪些创意家具。结尾有宠粉抽奖，别走开。这就是梦开始的地方，2.4米的超大桌，40120型材做多腿，一整张海洋板当桌面，加点木方和亚克力点缀。没想到首条就有40万朋友捧场，缺白板又缺书桌，直接用旅行材做个2合1，竖起来是白板，放下来是个书桌，气弹簧加万向轮，变形移动超方便。这条直接60万，但也有粉丝嫌它太小、太高、太硌手，就做了个升级款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。翻起阅读灯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桌。这下不得了，70万，彻底点燃了我的 DIY 热情。于是淘来了一批工具，但太乱了，用40型台做框架，嵌入海洋板，做了个顶天立地洞洞板，顺便把座椅也带上。拍视频灯光不太够，试管夹加灯管，再配上电机，搞定了360度无死角照明。这就是我的第一个100万爆款。中间我停更了一阵儿，因为迎来了小木，不能总跑工作室了，但咱这手艺不能丢啊，就盯上门口的楼道，以后在这儿先复刻了洞洞板，涂上木蜡油更显高级。用杜邦纸做灯箱，3D 打印了我的 DIY 信条，一定注意好这个字母是 I。旅行台做框架，再敲几个抽屉，做了个高延迟的换鞋凳，还有这个外卖小边柜，最后贴上墙纸，装上门牌，直接变成我小区的著名打卡地了。这一套下来又有300万网友围观。之后老爸来帮忙带娃，没用一根木头，就用旅行台、石膏板、钢化玻璃，再加点藤编，给他做了个零甲醛的衣柜，再用4080型材做了个可以睡大象的悬浮床。这套下来又有200多万。之后我就彻底放飞自我了，做了3个脑洞款，忘了搞床头柜，1根型材搞定，4条槽子插满配件，装上音乐灯带，卧室也可以蹦迪，就是有粉丝吐槽有点像医院，你们觉得像吗？又用摩托车悬挂做了个沙发椅，汽油店老板追着让我量产。最后还有这个可旋转的，放大了100倍的手机支架，一刷起视频我就停不下来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1年的支持。在这里，抖音也帮我准备了一份宠粉福利，点击左下角抖音精选就能参与抽奖，祝大伙儿都能抽到 iPhone。另外，喜欢哪样家具，在我的主页里翻翻都有教程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都说柜子再多不如抽屉一个，咱屋定制一个抽屉要300-400，还都是颗粒板。我自己 DIY 的这个能放书，带洞洞板，还有黑板谷仓门的大柜子，需要12个大抽屉。我全用海洋板自己做，还能省钱一大半。只要一把锤子和一个电钻就能轻松拿捏。
今天一个视频带你实现抽屉自由。设计不复杂，抽屉盒子左右各留 1.25厘米，这是留给轨道的间隙。抽屉面板四周留出2到3毫米，既美观还不干涉。然后尺寸发过去，厂家直接帮忙拆解成板材。这一步超解压，厂家直接切好榫卯，咱们只管插接就行。锤子哐哐敲几下，松动的地方就抹点白乳胶，抽屉盒子立马严丝合缝。先按这里分开导轨，内轨前面留出30毫米行材的距离，放上内轨，拧上盒子，外轨放入船形螺母，拧进行材，拧紧，外轨就装好了。外轨和行材一起滑进去。现在量一下内轨中间到底部的位置，加上3毫米间隙就是抽屉外轨的距离，拧紧固定，轨道就装好了。边量边干太麻烦，所以我斥巨资10块3D 打印了这些辅具，不用尺子，内轨也能手到擒来。分分钟外轨位置也定好，最后把光轴支撑座拧进面板，套入光轴，拧紧，这个成本不到10块的把手就装好了，终于可以把抽屉都插进去了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我 DIY 了个摩托躺椅，朋友买了辆新摩托，让我羡慕的不行，于是淘来摩托悬挂，再配上旅行材，做了个摩托躺椅，外观霸气，坐感 Q 弹，还能自由拓展。今天保姆级教程，带你3步抄作业。图纸清单在最后，记得截图保存。用 MATE-CAD 画图，120度靠背直接躺平，承重全是3角结构，这样一半连接都不是直角，全靠斜角角码精准适配。行材到货，分类摆好，先拼底座、坐凳和靠背，全角码连接，先预装船形螺母，插入行材，螺母旋转90度卡住，继续拧就固定了。用这些零件连接靠背和坐凳，先连直角，再拧2个斜角，坐凳和靠背就拼好了。底座连接靠的是活动角码，先拆开，分别连接靠背和底座，再拼起来，插入螺栓和套管，拧紧就 OK 了。用 U 型支架装摩托悬挂，先固定2个 U 型支架，插入悬挂，拧紧固定，先用任意角度连接键搞定把手接缝，在行材上放入弹片螺母，用螺栓拧紧把手，整个框架完工。黑护桃木错出圆角，打磨光滑，刷水性漆，自贡钉拧扣行材，把手搞定，再做个 X 型红帆脚踏，装上端盖，拧上地脚，最后放上坐垫，打工告成。图纸清单在这里，赶紧截图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好物等着你。之前用旅行材和海洋板做了满墙的洞洞板，这次再做个配套的换鞋凳，以后再也不用蹲着换鞋了。家门口的零零碎碎也有地方。刷上棕色木蜡油，作为鞋柜都有点屈才了，让它客串个电视柜也不错。MATE-CAD 画框架，设计合理20行材也能承重100斤。正面为了美观没有任何支撑，需要用3角支架加固一下。抽屉盒两侧要比洞口窄13毫米，留出装导轨的空间。外露部分用内置脚槽，虽然美观但有点晃，加上平面连接板就稳了。内部用角码连接更牢固，先搭背面，再连侧向行材，最后拼正面，组装，拧紧，拧上万向轮，框架完成。400目砂纸打磨，上第一遍油，百洁布蘸足油，快速打圈，快干时顺着纹理涂匀，最后用1000目砂纸轻磨，再上一遍，放木纹理裹上棕色木蜡油，像贴了金线一样。厂家提前写好榫眼和榫头，10分钟就能敲好3个抽屉。带阻尼的3节轨按这里拆开，外轨用这2个孔，后面尺寸不合适可以微调，中间的用船形螺母拧到行材上，两边用自贡钉钉到侧板上。内轨注意位置一致，做了个测量小工具，调整位置，拧紧，把抽屉插进去，超顺滑。先在框架上装铜板托，侧板嵌入式，自贡钉拧紧，顶板外接式，下层板直接放上就行。完工，1.6米的长度既实用，颜值还满分。
关注阿木，下期解锁你绝对没见过的翻转白板桌。有人说家是买来的，但在我这儿，家是做出来的。起初只是想给满屋工具找个归宿，就用旅行台和海洋板搭了个顶天立地洞洞板，有了它，沙发都省了。工具盒秒变抽屉，3D 打印机也有了安稳的角落，再用试管夹和电推杆 DIY 一套悬浮试管灯，再自己动手配张2.4米的超大桌，嫌工地味儿太浓，加上木方、光轴、亚克力，瞬间变成买不起的样子。想随手记下好点，就用气弹簧和珐琅板顺手做了个变形白板桌，书桌、磁吸白板，单手就能轻松切换。拉起把手，用秒变移动小推车，但有粉丝嫌它太小、太高、太硌手，那就用电动升降杆和可控气弹簧搞个升级款，更大、更稳、更丝滑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。翻起阅读灯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桌。一转眼夏天到了，我又盯上了门口独立的楼道，给海洋板刷上棕色木蜡油，配上型材框架，就得到了一整墙的中古风洞洞板。再用杜邦纸的阳光板做个灯箱，贴上3D 打印的 slogan 高级感拉满，配上颜值满分的鞋柜和小边柜，谁来了不得说一句我的天哪！10月爸妈要来看孙女，为了让他们住得放心，我做了个零甲醛衣柜，旅行材做骨架，石膏板封外墙，配上3段式折叠对开门，环保又美观。再搭一张旅行材悬浮床，安装简单的就像拼乐高。8080大腿配上巨结实的压铸脚码，真正做到一床传3代。换了做床头柜，找块型材，2头拧上地脚，一个顶天立地置物架就此诞生。从买到做 ，DIY 给我的不只是义乌家具，更是我的生活我做主的踏实感。关注阿木，一起动手，创造你理想的家。